王爷，哎呀，小南姑娘，你终于醒了，大家都在为你担心呢。王爷他这就一时长辞，你说我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？你别太难过了，我们对王爷的离开也很难过，但事已至此，多想无益啊。不，王爷他一个人在阴间，一定很孤独。我要去陪王爷，我要去陪王爷。南，别你不要这样嘛，这孩子已经没有爹了，难道你想看到他连娘都没有吗？孩子，你的命好苦啊！太医，你带我们来此，要看些什么呢？程大人别急呀，先看看再说吧。啊，你们没有看到这只老鼠在瓦罐内晕倒了吗？这是因为它闻到了你们带回来的香灰所致。由此可知，宝盒塔内的香曾经被人做了手脚，所以让王爷昏迷呀。王爷，虽然你离我而去，但是请你放心，我会把我们的孩子抚养长大，不会辜负你对我此生此世的深情的。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你马上给我走！我不要你这个不三不四的女人玷污王爷的遗体！王妃，求求你，让我留下来！我让你滚，你听到了吗？马上滚！王妃，王爷都已经不在了，你又何苦咄咄逼人？你没听到王妃说的话吗？还待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！我求求你们，让我留下来吧！别再废话了，马上给我走！算了算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如此不知自爱，为了这样一个女人，把自己弄得生命牢记。现在你就这样狠心的离我而去，把当初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。王爷，你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王妃，我在王爷的书案内发现了这几封信笺，像是王爷和那贱人来往的书信，请王妃过目。
这事烧掉。是。你说你对不起我。事情居然如此大逆不道，敢邀王爷密谋造反。常大人，王爷身上真的没有发现任何伤痕，骨骼也没有折断，肯定没有内伤。这样看的话，王爷被饿死是极有可能的。赵勇，依你的武功而言，能不能潜进来杀人呢？不可能，这里只有一个入口，而外面有这么多侍卫轮流把守，要潜进来不被人发现，不可能啊！赵捕头，你在这里检查的时候，食物上面有没有发现什么？食物很正常，我用银针探测过了，没什么异常。食物都是用豆油做的。豆油？这里的食物怎么会用豆油做？那又怎么样？因为王爷不能吃用豆油做的东西，否则就会反胃狂吐，所以这些食物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常大人，3日之期已到，王妃叫我来接走王爷。常大人，你回来了。怎么，有事找我吗？我想求你个事。你说。我想求常大人帮我求情，替我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。求情？求什么情？你知道，王爷突然辞世，我会罪加一等，所以早知今日，又何必当初呢？常大人，具体原因我也告诉过你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如果你不肯帮我，我恳求你放我远走高飞吧。我有点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远走高飞？常大人，王妃既然已经狠心害死了王爷，肯定会杀人灭口，不会放过我的。你别胡说，你凭什么说王妃杀害王爷的？王妃肯定知道，是史进逼我勾引香兰陷害王爷的，甚至有可能王妃早就暗地里和史进勾结，合谋对付王爷的。不可能，王妃根本就不认识史进嘛。他们俩早就认识了，您不知道吗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史进是以前李家军的麾下猛将，他们俩的关系亲近非常啊。你们来做什么？我们来祭拜王爷，王妃不会阻止吧？你们祭拜吧。你们拜完了，可以走了。敢问王妃，认识史进吗？史进曾是我爹的得力助手，我跟他常常接触。
当安史之乱爆发之后，这史进居然投敌叛变，我便与他再无来往了。不知常大人，你此时提起此事，下官直言，请王妃勿怪。王爷生前曾经跟我提起过史进此人，而梁启也受了史进的要挟，才会陷害王爷。难道王妃一点都不知情吗？我知不知情，与常大人你查案有什么关系？下官希望王妃提供线索，好抓住史进。你大胆！竟敢在我这王府胡言乱语！我李家和王府对大唐忠心耿耿，又岂会勾结叛贼？况且我要杀害王爷，怎会假借他人之手？既然王妃不曾杀害王爷，为什么要在王爷的食物里用了豆油呢？柳儿，怎么回事？王妃，是我的错，是我自作主张，在食物里用了豆油。你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柳儿眼见王爷有愧于王妃，一时看不下去，要为王妃出一口怨气，所以就在食物里用上了豆油，作为对王爷的小小教训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王爷宁可饿死，也不吃送来的食物，也可能是他呼唤侍卫换了别的食物。既然柳儿亲口承认，敢请王妃允许本官带柳儿回去问话。这是我李家的事，不劳您。下官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办理此案，现在王妃公然包庇柳儿，万一因此影响到查案的结果，下官又怎样向皇上交代？大人不必多此一举了。王妃，请赐柳儿一死，以表明心迹。不用，起来，退下。常大人，王宁为皇上屡破奇案，难道连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看不清楚？王爷说什么也不会因为食物不合而饿死自己，你说对不对？常大人，你还是速速回去，查明王爷的真正死因，不要再做如此不智的举动，否则就真的无法向皇上交代。咏梅姑娘，一个人在忙啊？我来帮你吧。方大哥，最近小南姑娘整天在想着王爷，整人精神都差了很多，她的孩子就更可怜了。天意弄人，感情对我们女儿家呢是最为重要的。小南姑娘她的感情路实在是坎坷，如果换做我是她的话，也许我和她一样。那倒是，不过她可真是很可怜啊。真不知道她以后有什么打算。其实有时候当官，真的不如做个平民老百姓幸福。虽然一生平平淡淡、安安稳稳，但只要能够跟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比什么都强。你说的对，有钱有势但不幸福，那又能怎么样？咏梅，我相信，我定能让你过上平淡幸福的生活。谢谢方大哥的心意。正所谓心有所属，不论对方是什么身份，不论对方贫富贵贱，自己的心里就只有他一个。我明白的，不管他是谁，只要是你真心喜欢的，我都会衷心祝福你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梁琦叫我帮他买回来的点心，非常好吃，你也尝一下吧。大人，赵勇，来得正好，我正想找你。大人找我什么事？我刚才去祭拜王爷去了，顺便试探了王妃，才知道原来在王爷食物里下豆油的竟然是柳儿。是他？他怎么说？他说啊，想教训王爷一下，但我觉得他对一些事情是有隐瞒的。他本来就值得怀疑。没错，还记得你以前怀疑过柳儿就是刺杀梁琦的杀手吗？但是这两件事到底有什么关联呢？柳儿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
我就是想找你商量一下这个谜局。夫人，保护大人！喂，你小心点啊！方大哥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他受伤了。伤势不是很严重，休息一下应该就没事了。嗯，没事就好了。对了，咏梅，你有没有看到杀手是怎么闯进来的？梁启怎么会被杀呢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当时我要给梁启送饭，来到后院就听到打斗声，接着看到风大哥和那些杀手正打在一起。至于梁启是怎么死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好了，现在梁启也死了，唯一的线索都没有了，那怎么破案呢？以后再说吧。咏梅，你也累了，回房休息一会儿吧。一白就交给孝娥来照顾就行了。不用了，风大哥是因为我才受伤的，我应该留下来照顾他。大人、夫人，属下先走了。啊。大人，梁启身上没有其他的伤痕，最明显的致命伤就是咽喉上的那只镖。既然梁启已经供出了一切，那使劲杀他的作用也不大。但如果不是他，那到底会是谁呢？赵勇，赵勇，大人，你发现什么了？没有，只是觉得奇怪。怎么说？大人，你看，梁启中镖死亡是在床上，但所有的窗都是紧闭的，没有射穿的痕迹。从他中镖的方向来看，不会是从门外射进来的。那这个梁启是在混战中被杀，还是杀手一出现就把他杀了呢？卑职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大人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卑职不针对个人，但始终觉得风一白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有句话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有些事情并非用常理可以推断出来的，还是等一白伤好了再问清楚吧。风大哥，你醒了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。我想喝水。还愣着干嘛？过来帮忙啊！谢谢啊。怎么样？不疼了。一白，杀梁启的飞镖是从什么地方射进来的？是从门外射进来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随便问。王爷，前几日你还精神奕奕地与我吵架，没想到现在你我竟然阴阳相隔。虽说你答应我一生一世
绝不喜欢别的女人。可是我也明白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我膝下无儿无女，当初你要纳妾，也不算过分。如果当初我同意那个女人进门，也许现在，王爷，只要你醒过了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王爷，好了，王妃，不要太自责了。王爷的死根本与你无关。几位请在这里等一下，让我进去跟王妃说一声。于大人，让小男去求王妃吧。这样吧，我跟于兄先去看看王妃是什么意思。王妃安好。常大人，您造访有何贵干？是这样的，小南带着孩子想来拜祭王爷，见王爷最后一面。他算是什么身份？以为带了王爷的骨肉来就可以登堂入室了吗？简直不知廉耻！王妃，小南姑娘只不过想让孩子见王爷最后一面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孩子是无辜的，而且他是王爷的骨肉，请王妃恩准吧。你让他进来吧，但是我不想看到他。柳儿，我们走。是。孩子，快见你爹最后一面吧。王爷，小南不能再伺候您。不过请王爷放心，小南一定会把我们的孩子好好抚养，让他长大成人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没想到在这儿碰到常大人了，实在是凑巧啊！丞相大人找下官，不知所谓何事？皇上命铁针找你，马上进宫面圣，禀报案情的进展。皇上不是说会亲自前来吊唁吗？皇上可不像常大人一样啊，有空做些无关痛痒的事情，却没空查案。皇上，皇上那么看重那个常大人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只不过呀，臣妾倒觉得常大人的办事能力强不到哪里，要不然早就破案了。这个案子非同一般，不是那么好办的。常知足这个人为人处事不那么圆滑，但在朕看来还算是个好官吧。好官又如何？皇上召他进京办案，非但案情没有进展，还害得王爷身故。如果这也是个好官的话，那天下岂不是没有坏官了？爱妃所言也不无道理啊。常大人到！启禀皇上，微臣经过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常大人了。常爱卿，你回来啦？平南王一案进展如何啊？回禀皇上，梁启已经向微臣说出真相，只可惜他突然被杀，以致所有线索突然中断，所以……朕已经给你很多时日，你非但没有破案，人却死了一个又一个，到现在你还说线索中断。常爱卿，这叫朕如何再信任你啊？臣自知失职，请皇上恕罪。朕只想知道真相，并不是要治你的罪。这样，朕现在再给你3天时日，如果再找不到线索，那你就回桃源县吧。皇上，3天期限未免太……朕意已决，勿需多言。爱妃，咱们到御花园赏花去吧。
是。走吧，皇上。常大人，小心官位不保啊！啊！真是问题一箩筐啊！为什么史进要处心积虑害王爷？既然害了，为什么要置王爷于死地？王爷究竟怎么死的？难道真的是饿死的？为什么元凶要杀梁启？梁启死了会给元凶带来什么好处呢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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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会有这么多为什么呢？对了，赵勇，你看了这么久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我怀疑柳儿。你怀疑柳儿？你说她跟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有关联？我想，无论她有什么动机，或想达到什么目的，她都是很可疑的。我们应该尝试从她的背景入手，从她身上寻找线索，这样或许可以查出一些蛛丝马迹。既然一点进展都没有，也不妨从这里入手。你去找找于大人，问问柳儿的背景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。不行，这个命案呢，已经死了2个人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贴身的、寸步不离的保护大人。找于大人这么简单的事，让我去就好了。小娥现在死的都是跟案子有关的，又不是冲我来的，不要赵勇贴身保护啊！哎，但这案子是你去查的呀。哎，一白，你来干嘛？大人，是卑职办事不力，未能及时保护梁启安全，实在无颜再见大人，请大人定罪。事出突然，而且对方人多势众，不能怪你呀。大人，有什么要一白做的吗？暂时忙无头绪，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入手，所以呢，你还是先把身体养好再说。我也是这么跟风大哥说的，可是他非要跟我来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对不起。没事就回去休息。先回去休息吧。走。常夫人，为何会怀疑柳儿呢？因为柳儿已经承认，是她把豆油放在王爷饭菜里面，目的是为了帮王妃报仇。但是我们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所以想多了解她一下。柳儿跟随王妃多年，一直对王妃和王爷忠心耿耿。若是说她有份参与杀害王爷的阴谋，似乎……我说于大人呐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他可能平时装得小，所以就看不出来了。你要能放我进王府，暗中监视他就好了。夫人，有什么发现吗？还没有。于大人，休书。如果单从这休书来判断的话，王妃确实脱不了关系。我不明白，你说清楚点。假设王爷真的要休了王妃，王妃为了面子取王府的地位，所以就设计杀害王爷。大人，不可能是这样的。肯定没有这么简单的。我觉得王妃不会杀害王爷的。其实我也不愿意相信，但是证据就摆在面前啊！这封休书是大哥亲手所写，很难叫人不相信的。常大人，于大人找我有事情吗？今早王妃起来之后神情古怪，而且突然下令要将王爷的遗体送往皇陵安葬，之后还要马上返回洛阳睡。我有事要说。哎，你去哪里呀？有事待会儿再说吧。不行，现在说吧。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肯定非常重要啦。我觉得王妃啊不可能杀害王爷的，所以一会儿见到王妃，你好好的跟她说，她留下来就行了，不要像审犯人那样去审她。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唠叨啊？我怕你啊跟她说话，逼得她没有回旋的余地，她要翻脸了，那肯定吃亏的是我们的，是吧？知道了，进去吧。王妃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这是我李家的家事，不用跟你解释。可是你杀了人了。他是我李家的人，犯了李家的家规，由李家人亲自执行家法，这在当朝律例中是允许的。还有，
你们未经通传就擅闯王府，敢问常大人，究竟所为何事？本官到来，原本是想跟王妃澄清王爷之死的疑点，可是现在发生了这种事，看来本官已经无能为力了，只能请皇上定夺。你为什么要杀死家仆柳儿呢？回皇上，柳儿犯了家规，罪无可恕。王爷刚刚去世，又无子嗣留下，府中一切大小事务均由微臣一力承担。微臣执行家法，并无不妥，请皇上不要听信小人谗言污蔑。王妃为什么一直说有人污蔑？难道你是心虚？一个小小家奴的生死，竟要劳烦95之尊、日理万机的皇上垂询。若不是有小人从中说了流言蜚语，会吗？会这样吗？原本一个家仆的生死确实不需要皇上分心，但柳儿可能知道王爷被害的因由，所以王爷的死跟柳儿有什么关系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叩见皇上！丞相王令志连同大内侍卫总统领铁针求见，说发现有关王爷之死的重要证物。快传，快传！是。微臣叩见皇上。平身，平身，赶快把政务呈上啊！皇上，政务不在我手中。大胆！你这不是戏耍朕吗？皇上息怒，政务在常大人手里。常大人，政务啊？政务？什么政务啊？拿出来吧，别再隐藏了。常大人到底是要隐藏什么？为谁维护啊？丞相大人，你所指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到底是什么政务嘛？王爷的休书。休书？什么休书？王爷要把王妃休了的休书。王爷要休了我？就算王爷要休了他，那休书怎么会成为政务呢？回皇上，因为王妃不甘心被王爷休弃，所以早就起了歹心。但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。刚巧王爷由于香兰的事情而被囚于保和塔，正是天赐良机。于是他就借着柳儿之手来谋害王爷，把王爷活活饿死在保和塔之内。事成之后，他又怕柳儿泄密，所以把柳儿杀掉灭口。一派胡言！常爱卿，此事可是真的？是。那休书何在啊？快给朕呈上！皇叔真是可怜啊！为了区区休妻小事，命丧黄泉。这不可能，这休书一定是假的，肯定是你们捏造的。我从来都没有看到王爷写过这样的东西。这是王爷的真迹。王妃和王爷虽是夫妻，但是王爷私下里写休书，王妃不知道也很正常。他不敢。哼，如此一个悍妻，下官终于明白，王爷为何终日在外面拈花惹草，而不回家了。你，皇上，请听微臣一言。讲。臣之所以一直没有把休书呈上，是怕引起如今的误会。王爷纵使有休王妃之意，但也不足以佐证王妃有意图杀了王爷，一切纯属猜测。不猜测的话，那就只好请王爷复生，亲自指证王妃了。最好连柳儿也活过来，这样才会证据确凿。可惜这是不可能的了。我没有要杀王爷的意图，杀王爷的另有其人。你没杀王爷，那真凶是谁啊？微臣不知。常爱卿，这休书你从何得来啊？是在柳儿的房间里发现的。那真相一下不就明了了吗？原来柳儿除了谋害王爷之外，还知道有着休书。人家常说一石投二鸟，王妃，您这可是一刀灭二正啊！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杀了柳儿呢？王爷的死跟柳儿没有一点关系。那谁会信呢？
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休书这回事。皇上，虽然王妃一家对朝廷有功，但是目无王法。先是在食物中下毒害了王爷，又杀害柳儿灭口。皇上，您一定要秉公执法，一定不能姑息纵容啊！皇上，此事不能仓促定夺。一，王爷死因不明；二，柳儿的死还是疑点重重。证据已经确凿，还需要查什么？丞相大人刚才也说了，此案牵涉2条人命，绝不能草草行事。王爷被害，事关重大，倘若拖延下去，不免招人口实，动摇国家的根基呀！请皇上明鉴，快定夺吧！哎呀，你再让朕想想吧。皇上不能再拖延了。皇上，真相未明，况且皇上，哎呀，叫什么叫啊？你还不嫌乱呐？还来添乱？皇上恕罪，是惠妃娘娘叫小人来向皇上传话。惠妃娘娘，何时找朕啊？惠妃娘娘身体不适，想看御医，但心里又害怕，想请皇上相陪。众家爱卿，今儿到斩了，我得赶快回宫了。皇上啊，此案如何了断？实在是不宜再拖了。皇上，此事不宜草率啊！哎呀，常爱卿，我令你3天之内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，让朕再来判决。王妃收入天牢候审。皇上，哎，怎么了？惠妃什么时候身体不适的？这我不知道。哎，真是没用，赶快跟朕走啊！皇上，请留步。什么事儿嘛？皇上，王妃已下大牢，禁军兵符也该易主了。真是麻烦，交给铁针好了。皇上且慢，又怎么了？禁军乃金鸡命脉所在，不宜草率，不能草率啊！惠妃乃是朕的命脉所在，谁要再敢拦朕，我杀他的头！走了。是谁呀？常大人，弑君之道，你这个地方小官要多多学习呀。看样子你这辈子也是学不会了。一个女人要杀她的丈夫，用得着花这么大的力气吗？睡觉的时候床头一刀，吃饭放毒，喝水下药，总之什么都行啊！啊，何必要搞得她饿死，留这么大一个漏洞给人家去识破呢？啊，夫人说的很有道理。我也觉得王妃不会是杀王爷的凶手。少南姑娘，你有什么高见？王爷生前说过，王妃虽然性情强悍，但是识大体重情义。虽然表面是恶妻，其实贤良淑德，对王爷也是爱之深恨之切而已。但这恨绝不是取人性命的恨，而是爱恨交缠。哎，这个爱恨交缠说的真对呢。表面上看对他恨之入骨，恨不得他碎尸万段，实则爱入骨髓，难以割舍。夫人真是深有体会。哦，不是我深有体会啊，是咏梅深有体会，这是他告诉我的。你们所说的都有道理。当年王爷和王妃结成夫妇，也是王妃主动提出的，所以说王妃对王爷是情深意重，应该是不会下手害他的。但这些都不是确实的证据，只是我们大家在感情上的推测。所以我反复思量了这么久，必须解决3个难题，才能够让此案真相大白。哪3个难题啊？第一，王爷的死因，为什么王爷会饿死在保和塔中？这太不合常理了。第二，休书的出现，这封休书突然出现啊，而且还恰巧出现在柳儿的手中，出现的时间、地点和牵涉的人物都出奇的巧合。第三就是柳儿的死因了。没错。但是我们只有3天的时间呢。就是啊。天网恢恢，希望王爷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找到真凶。哎呀，我只是出谋献策呀，实际行动还得靠师兄啊！师兄和丞相大人一文一武，双剑合璧。一位是未来的天子，一位是威震天下的大元帅啊！来，
我敬2位一杯。啊，好，来。不过，有一个人我不得不防。你是说7品官常知祖？这个常知祖屡次破坏我们的大事，而且他心思缜密，不得不小心。师兄，你尽管放心，常知祖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中。他呀，变不出什么花样来的。师兄说的在理啊，我们还是小心为是啊。我们连王爷这样的姑父都能咽下，难道还怕他一个小小的7品芝麻官？索性把他也……师兄切勿轻举妄动啊！最近死的人太多了，我们不要惹人怀疑呀。丞相不用多虑，要是常知祖有什么异动，我们再动手也不迟啊。